大家一个问题，放在10年前甚至5年前，你敢相信一向以精密数码、光学影像引以为傲的日本，居然有上千日本人熬夜蹲点、跨省奔赴，只为抢一台中国国产相机吗？说实话，小编刷到现场视频的时候，直接看傻眼了。最近，东京涩谷的一场国产相机线下首发活动，直接把日本人的购买热情彻底点燃了，排队盛况火爆到离谱，全网都在刷屏。看完不得不感叹一句：时代真的变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这场线下首发活动原定下午3点才正式开启，按理来说，提前半小时、1小时到场排队就已经很有诚意了吧？结果日本人的操作直接刷新认知，早上9点，现场就已经排起了密密麻麻的长队，人头攒动，水泄不通。更离谱的是，为了抢到首发，第一时间体验新机，居然有人凌晨就扛着小板凳守在门店门口，硬生生蹲守一整天，只为抢先拿下这台国产相机。你以为只是本地市民凑热闹？大错特错！这次抢购热潮直接吸引了大批跨省、跨城的忠实粉丝专程奔赴。有位名叫 Dan 的定居日本的国人，为了抢到全国首单，凌晨专程从40公里外的横滨驱车赶往现场，顺利拿下第一台新机。更夸张的是，有狂热的数码爱好者直接跨越550公里，从大阪一路奔赴东京，只为抢先体验入手这台全新国产相机。短短2天的线下首发活动，累计吸引超1000名日本市民排队参与。这个人数是什么概念？在数码产品极度成熟、选择极多的日本市场，一款外来相机能掀起千人排队热潮，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突破。就连日本本土知名网红、拥有174万粉丝的搞笑艺人德井义时，也专门现身现场，亲自排队抢购首发机型，足以见得这款相机在日本的火爆程度。现场火爆到什么地步？据现场统计，活动第一天仅放出450张入场券，结果开场仅30分钟，所有入场券就被一抢而空，彻底领完。大部分消费者进店之后根本没有多余犹豫，直接下单付款，全款购入，主打一个闭眼冲，绝对信任。线下抢疯，线上更是1秒断货，火爆程度不分上下。Luna Ultra 在日本正式上市后，线上渠道开售仅5分钟，白色版本就直接火速售罄，彻底断货，线下更是势不可挡。开售不到12小时，直接登顶日本头部家电连锁巨头有都八喜销量榜单前3名，碾压一众日系本土机型。可能很多人好奇，到底是什么神仙产品，能让挑剔的日本数码爱好者放下本土品牌，心甘情愿熬夜排队、跨省抢购？作为全球首款双摄云台相机，它主打8K 徕卡超清画质、双摄长焦配置，影像质感直接拉满，同时搭载自带遥控、实时图传的分离屏，还可搭配头锥模块使用，功能全面，玩法丰富，完美适配日常记录、Vlog 创作、运动拍摄、旅行取景等全场景需求。过去我们总觉得日本相机赢在光学底蕴、精密工艺，国产相机只能跟风模仿、低端评价，但这次彻底不一样了。影视 Insta360 不靠低价内卷，纯粹靠产品力，靠创新技术征服日本市场。不少日本数码博主、科技爱好者体验后直呼惊艳，完美打破了他们对中国相机的固有认知。拥有400多万粉丝的日本顶级数码博主直接发文点评，直言 Luna Ultra 的面世标志着影像行业新时代的到来，传统视频相机将会慢慢被这种智能、便携、全能的国产影像新品类逐步取代，能让一向严苛、崇尚本土技术的日本数码圈主动认可、高度夸赞，足以证明这款国产相机的硬实力是真的做到了行业领先。说实话，看完这场刷屏日本的抢购热潮，小编真的感慨万千。曾几何时，日本相机是高端、专业、精密的代名词，是我们仰望的行业天花板。而如今风水轮流转，我们的国产相机堂堂正正走出国门，在日本本土市场碾压对手，让无数日本人主动熬夜排队，心甘情愿买单。这早已不是简单的产品爆火，而是中国制造、中国科技的强势逆袭。小编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10几年前，谁能想到
被我们奉为神话，垄断全球影像市场的日本相机，有一天会在本土被中国品牌全面碾压。时间回到10几年前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。那时候流行一句话：出国旅游必抢日本好物。不管是单反相机、微单机、高端镜头，还是电饭煲、马桶盖、日化药妆，只要是日本制造，在国人眼里就是高端、靠谱、黑科技的代名词。无数人远赴日本旅游，别的不买，专门扛着沉重的单反相机、精密家电回国，觉得这才是顶配好物，品质保障。那个年代的相机市场完全被日本品牌牢牢垄断，佳能、尼康、索尼三大巨头几乎掌控了全球相机硬件、光学工艺、影像行业的所有话语权和行业标准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一台日本普通相机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，是远超自行车、手表的顶配家当。谁家有一台日系单反、傻瓜相机，邻里街坊都会格外羡慕。不管是探亲带回的理光、奥林巴斯，还是出游购入的雅西卡，都是当时最抢手的进口高端礼物。那个时候的国产相机处境格外艰难，海鸥、凤凰等老牌国产相机还停留在纯机械时代，需要手动估光、手动调快门、手动对焦，操作繁琐，门槛极高。而日系相机早已普及自动测光、自动曝光、自动闪光，轻松实现傻瓜式操作。进入数码相机时代，影像芯片、光学镜头、核心算法几乎全被日本企业锁死。佳能、尼康垄断专业单反市场，索尼独占微单赛道。红圈镜头、金圈镜头是无数摄影发烧友心中不可逾越的专业顶配。因为核心技术缺失、芯片、光学短板，国产相机品牌彻底跟不上数码时代的节奏。海鸥、凤凰等老牌国货陆续停产退场，国产民用相机赛道彻底淡出主流市场。当时甚至有不少所谓的公知大 V 大放厥词，断言中国永远造不出高端相机核心零部件，哪怕拆解日本相机，我们也复刻不出核心技术，中国相机行业永远无法实现反超。可谁能想到，短短20年风云变幻，攻守一星，如今的日本相机市场早已改天换地。最新数据显示，日本当月视频相机销量前4名全部被中国品牌包揽，索尼、松下、佳能等日系老牌巨头直接被远远甩在身后。其中仅大疆一个国产品牌在日本手持智能相机领域市占率就高达 72.5%， 再加上影视 Insta360 的 12.5% 市场份额，两大中国品牌联手拿下日本 85% 的智能相机市场，堪称降维碾压。现在走进东京秋叶原，曾经被日系相机垄断的网红相机街，你会发现最显眼的橱窗 CV 早已换成了中国品牌，店员们不再卖力推销沉甸甸的日系单反、微单，而是专心给日本顾客演示轻便、智能、好用的国产口袋云台相机。来来往往的消费者排队试用、刷卡买单，一台台中国制造就这样走出店门，走进日本家庭。这一幕放在10几年前，根本无人敢信。很多人疑惑，日系相机光学底蕴深厚，专业参数能打，为什么如今彻底卖不过国产相机？核心原因只有一个：时代变了，用户需求变了，赛道彻底换了。日本老牌厂商还在死守传统赛道，疯狂堆传感器、堆参数、堆专业硬件。深耕复杂笨重的专业单反、微单，主打高端专业、高定价，一台机身几万块，一枚镜头大几万，普通人根本玩不起，用不来，复杂的操作、繁琐的参数，劝退无数普通消费者。而中国品牌精准抓住短视频时代的全新需求，换道超车，另辟蹊径。我们不跟日系巨头硬卷传统专业单反，而是深耕智能便携影像赛道，主打轻便、简单、智能，一键出片。依托多年积累的云台机械结构、AI 智能算法、高清影像处理、全景技术、隐形自拍杆等核心技术，完美解决当代年轻人、普通用户的拍摄痛点。当然，我们也要客观承认，在高端专业影像、大把面传感器、高端光学玻璃、专业镀膜、精密对焦马达等领域，索尼、佳能依旧有着深厚的技术护城河，短期还难以超越。但普通消费者日常记录、旅行拍摄、Vlog 创作、生活随拍，根本用不到极致专业的重型设备。所以，国产相机赢的不是堆料参数，而是用户思维。从相机、无人机到新能源汽车、家电设备，
中国制造业早已摆脱低端代工、价格内卷的旧标签，靠着完整的产业链、快速的迭代速度、精准的用户思维、自研的核心技术，在全球消费市场强势突围。所谓的国外月亮更圆、外国产品更好的刻板印象，正在被一个个热销的国货彻底打破。20年河东，20年河西。曾经我们仰望海外科技，如今世界主动追捧中国制造。这场相机赛道的逆袭仅仅是一个开始，相信未来还有更多国货走出国门，征服世界，让全世界看见中国制造的实力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